嘿，大家好！还记得上次我们把这台 EEPC 变成一台超酷的，只用指令就能跟 AI 对话的终端机吗？不过它的潜力可不止这样哦。当然不是咯。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来彻底解放这台小电脑的全部潜力，不让它只当一台指令机。没错，我们就是要帮它装上一个完整、漂亮，而且真正好用的图形化桌面，来看看这台老将还能变出什么新花样。好，但在我们开始敲指令之前呢，我们先花个1分钟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角，这台堪称传奇的小笔电。你想想看哦，在2007年，这台 EEPC 根本就是个革命性的东西，7寸萤幕，固态硬碟，超轻巧。不过，也是因为这些当年的规格，才让我们今天的改造，变得更有挑战性，也更有趣。OK， 暖身完毕，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把这个图形化桌面给盖起来。整个过程其实不复杂，基本上就是这5大步骤。你看，安装核心，设定输入，跑个基础设定，改个语言，然后当当启动桌面。我们就照着这个蓝图一步一步来。好，第一步，深呼吸，就是这一长串指令。我知道看起来有点吓人，但你只要把它想成是一个超级懒人包啊，这一行指令下去啊，就把我们需要的 XFCE 桌面环境、Firefox 浏览器，还有很重要的中文字型，全部一次打包安装好。为什么选 XFCE？ 因为它超轻量，对我们这台 EEPC 的老硬体来说，简直是完美绝配。OK， 桌面装好了，但它现在还听不懂我们的话，所以接下来这几个指令就很像是在教这个新系统。这个是键盘，这个是触控板，人家打字你要有反应，点击也要反应哦，就是在做这个设定。再来，这个指令很简单，但超关键 ，Setup XROG Bass。它就像是一个自动设定精灵，会把我们刚刚装的那些图形元件全部都在一起，让他们可以好好的合作。接着呢，当然要让它说我们熟悉的语言嘛，所以我们用 Nano 这个编辑器打开大 Profile 这个设定档，然后把这2行加进去。这样一来，下次登录整个界面就会变成我们亲切的繁体中文啦。好，各位准备好了吗？所有前置作业都完成了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。只要输入 Start X， 按下 Enter， 我们就要看到那个期待已久的桌面了。当啷，我们成功进到桌面了。不过，现在看起来还是有点空荡荡的，对吧？所以下一步我们要来帮它加上一些现代笔电该有的一些方便功能，让它用起来更顺手。好，我们来快速看一下几个超实用的小工具，像是笔电最重要的电池电量显示，还有管理 WiFi 连线的图示，当然还有让 USB 插上去就能直接用的自动挂载功能。这些都是小指令，但装上去之后，整个使用体验会大大提升，会让它感觉更像一台真正的笔电。OK， 系统层面的东西搞定了，现在就像拿到一台新电脑一样。我们要来安装一些真正会用到的应用程式，把我们的工具箱给装满。先来处理图片，我们装2个东西，一个是 Fay， 它超级轻巧，用来看图，快速预览照片，速度飞快。另一个呢，就是大名鼎鼎的 GIMP， 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开源免费版的 Photoshop， 要做比较复杂的修图也没问题。那想看影片怎么办？没问题，我们安装 MPV。这个播放器超强大，几乎什么格式都能播。不过在 EPC 上有个小技巧，记得要在它的设定档里加上 VO equals X11 这一行，这样才能保证影片跑得顺畅不卡顿。你没看错，我们甚至可以让这台10几年前的小笔电拿来办公。只要一行指令，安装 LibreOffice， 你就有了完整的文书处理、试算表、简报工具，超酷的吧？这个功能就比较进阶一点了。装了 SH Server 之后，这台 EEPC 就变成了一台小小的伺服器。你可以从家里任何一台电脑用指令列安全地连进来操作它，非常方便。远端桌面也行，我们装了2套工具
XRDP 是让这台 EEPC 变成被遥控的那一方，你可以用别的电脑来操作它的桌面。然后 Remina 呢是反过来，让你可以用这台 EEPC 去遥控你家里其他的电脑，攻守兼备。哇，一口气装了这么多东西，我们稍微停下来回顾一下这次的旅程，这真的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大改造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从一个只能打字的黑白画面，一路把它变成一个功能齐全，可以上网看影片、做报告的全功能桌面。我们只用了一些指令，就让这段电脑历史重新活了过来。它不再只是个摆饰，而是一台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机器。所以最后，这也留给我们一个思考：这次的经验证明了，老旧的科技里其实还藏着无限的可能。不妨也去翻翻你家抽屉里那些被遗忘的旧手机、旧电脑，搞不好他们也正在等着你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呢。